原曾是家族中被称作废物的存在，可如今竟能打败被誉为天才的哥哥，这也让现场所有人为之震惊。然而3天之前，我还是个生命绝症的患者，在最后的日子里，我开始痴迷上了游戏。我同时将剑术天才和魔力天才2种属性赋予角色，而随之而来的负面效果则是身患绝症，这让我百感交集。没想到我临终前的最后一场游戏也如同我的人生一般。可当我按下开始游戏后，眼前涌现一道刺眼的蓝光。待我再次睁开眼时，我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陌生又熟悉的环境。在看清镜子中的自己后，我得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事实：我竟然变成了游戏中最恶劣的纨绔子弟诺斯海伯。海伯家族是游戏中3大黑暗世家之一，而诺斯则是海伯家族5兄弟中的老幺。然而在这个天才辈出的剑术世家中，诺斯却是家族唯一的废材。变天游人的诺斯最终选择与恶魔签订契约，成为了游戏中最可怕的灾难。但没想到如今自己竟成为了诺斯。就在这时，眼前跳出几个状态窗口，看到这我感到又惊又喜，但很快我的笑容就被慌张取代，因为我的能力值不仅非常低下，还伴随着数个严重的负面特性，这让我想起了刚才所设置的游戏角色。这时又突然跳出了一则窗口，你有一封未读邮件。我随即查看起了邮件内容。你好，刘灿，不对，现在应该叫你诺斯吧。闻此我心头一惊，没想到此人竟然知道我的名字，因为这个名字曾是我下落不明的父母取的。难道说他知道自己曾经遗忘的过去？可接下来的内容更是让我瞪大了双眼。真的好久不见，在过去的2年半里辛苦你了，你有资格回到这里，欢迎回来。闻言我想到一个匪夷所思的可能，难道说自己之前所生活的世界并不是现实，而这里才是？虽然他的身份和很多事情都不能告诉我，但他想要帮助我。不过首先我得进入艾利戴恩学院，在那里培养自己的势力，并努力还原游戏原本的主线剧情，因为一切的真相都在那里。说罢邮件便逐渐消失。看完后我只觉得一个头2个大。我目前附身在游戏里的最终反派身上，如果按照原来的剧情发展，不管怎样我到最后都是死路一条。但如果这里真的是现实，那我更加不能放弃找回记忆，因此我必须想方设法还原主线剧情，哪怕是成为这个世界的终极 BOSS。 而现在距离入学时间还有1年，同时离我的死期也还有1年，那么接下来就要开始我的第28次攻略了。随后我便推开门走出房间，然而一道清脆的骨折声突然响起。由于体弱多病的负面效果，获得手腕扭伤，这当场让我绷不住了。只是开个门竟然还能骨折，让我怀疑自己的身体是不是玻璃做的，不然怎么一碰就碎。正当我走神时，又跟一个女仆撞了个满怀，手上的骨折顿时雪上加霜。待我定睛一看，那褐色头发和褐色眼瞳让我想起了女仆的身份。罗娜虽然只是一个龙套，但她是一个每天都在背后说我坏话的家伙。而此时罗娜感觉要大难临头，慌张的连连道歉。我看着罗娜那张清纯无辜的脸蛋，想必她就是用这张脸到处说我的坏话吧。我笑眯眯的凑到罗娜耳边，我可以原谅你这次，但如果下次再犯，可就要接受惩罚哦。吓得罗娜一边吊着小珍珠，一边挤着笑容应着好。随后我告诉众人自己要去练武场。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惊呆在了原地，不敢相信这是那个恶劣的纨绔子弟诺斯，竟然破天荒的主动要去训练。接着我话锋一转，对了，罗娜，你跟我一起来。闻言，罗娜感觉脑瓜子嗡嗡的，难道他是想用木剑收拾自己吗？随后我便带着罗娜朝练武场走去。而为了活下去，我必须尽快适应自身状况。作为通关了27次游戏的大佬玩家，我早已熟知游戏中的各种隐藏要素。这是款以恶魔与神明对立的游戏，可以通过无数种组合培养角色。但是虽然可以给角色赋予多个鬼才或者庸才之类的低等特性，可从原则上来说，天才这样的特性只能赋予一个，毕竟天才特性能让角色轻松到达领域巅峰。然而我却赋予了自己2个天才特性，因此特性限制应运而生。当特性赋予到极限值以上时，都必须付出相应代价。而我所拥有的剑术和格斗天才能帮助角色在剑和武斗领域轻易达到巅峰，而魔力感应天才则可以提高角色的魔力感应度，从而全面提升魔法的使用效率。此外还有着其他有用的特性，比如洞察力可以让我阅览其他角色的状态栏。至于演技鬼才则顾名思义能提升角色演技，钢铁意志能让我在战斗中保持冷静。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那些负面特性，其中最严重的就是身患绝症，这让我有点怀疑人生。我这完全就是一个行走的医院，手足冰冷让我在没有火焰技能的情况下完全无法迈进冰川地带，体弱多病则是会让我每天晕倒1次。我无奈的挠了挠头，现在看来只能一个个解决了。而我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衰弱诅咒，不仅会让我的成长速度减缓1半，并且敌人的减役效果还会翻倍。片刻之后，我在练武场艰难万分的挥动着木剑，我万万没想到这个衰弱诅咒竟让我的身体变得如此孱弱。我只是挥剑不到10次就已经快没有了半条命。不过这里拥有着许多各式各样的武器，但海伯家族的武器根本始终是剑，毕竟是被世人称作暗黑羽剑的名门世家。而他们之所以如此声名赫赫的原因，完全归功于那将黑暗魔力注入剑中的秘术，以及那把被誉为霸者之剑的神兵，并且他只会传给下一任家主。但这些现在都与我无关，我目前最需要的是海伯家族雄厚的财力，以此来为自己消除负面特性。接着我挥手示意罗娜过来，怎料这个举动下的罗娜还以为又要被教训，这让我嘴角一阵抽搐，没好气的把她耳朵抓了过来，附在她的耳边嘀咕了几句。可当罗娜听完后却表现得非常震惊，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买那些没用的东西。
东西，但我没有解答他的疑惑，只是捏紧拳头让他赶紧去准备。见此，罗娜连忙慌张地表示他立即去办。正当我哀愁着能力值为什么那么低时，我的身旁突然出现一道人影，在看清来人后，顿时把我吓了一跳，因为我是海伯家族最有权势的几人之一，大管家罗德威。作为辅佐现任家主父亲的总管，他不是我这个纨绔子弟能随意对待的人，这让我心中紧张不已。既然一开始就出现了那么棘手的人物，难道他发现了自己的什么异常？但我很快就冷静下来，因为对此我也有应对方法。发动特性演技鬼才，我瞬间摆出了纨绔子弟的姿态，懒洋洋地询问罗德威有何贵干。罗德威略微鞠躬，表示奉了家主之命来通知一则消息，家主命令您务必参加今晚的宴会。闻言我心中慌乱不已，我才刚刚附身，什么都还不知道，竟然马上就让参加家宴，于是便告诉罗德威自己不去了。但罗德威却告诉我，莱内家的小姐来上骑士课程了，如果我不出席，家主大人应该会非常生气。听到这话，我无奈地叹了口气，也只能答应了下来。这时罗德威注意到了我的反常，他记得我平时明明不喜欢剑，为什么今天却一反常态来到了练武场？罗德威紧紧地盯着我，想要知道这个纨绔恶少怎么会做出这种反常行为。闻此，我用锐利的眼神对上罗德威的视线，作为一个管家，你最好不要随意冒犯主人，无论我做了什么，或者有着怎样的意图，都与你无关。我带着责怪的话语让罗德威冷汗直流，他向我道歉，表示会改正自己的错误。随后看着我离去的背影，罗德威怀疑我是不是发现了什么，看来他得向父亲禀报了。而当我回到房间后，顿时如释重负，我压根没想到会突然发生这种情况。如果我附身的事情败露，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紧接着我又想到罗德威刚才的通知，没想到莱内家的小姐竟然来了，并且还是在这种关头突然出现。晚上我如约参加了晚宴，而我对面正坐着我的两位哥哥哈比和凯伦，二人对着我冷嘲热讽，讥笑我怎么好意思来参加晚宴，听说前不久还对女仆动粗，简直就是个无药可救的纨绔子弟。听到这话的我感觉十分冤枉，毕竟这些事情又不是我做的。随后父亲也来到宴席，身后还跟着一名红发女子，而我正是莱纳家族的小姐塔利亚。父亲告诉众人，塔利亚将会在这里暂住。闻言，两位哥哥眼神中满是雀跃，然而我心中却无法平静，因为塔利亚不仅是游戏中的正派角色，更是最后处决变成大反派的我，这也意味着他在将来会往我心脏来上一剑。随后父亲宣布用餐开始，这时塔利亚也注意到了我，但我却转过头躲避着塔利亚的目光。两个哥哥们看着我相视一笑，随即转头对父亲表示，是时候决定家族新一届进入艾利戴恩学院人选了。听到艾利戴恩学院，我也来了精神，因为这是游戏中最重要的场所，而游戏本身就是建立在学生一边解决内部纷争，一边与恶魔对抗的战斗，以及我还有着神秘人让我去做的事情，所以我必须要获得进入学院的名额。父亲告诉众人，每个家族都只能分到3个名额，而如今老大和老二已经用掉了2个，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所以我打算按照家族的方式来选拔最后的人选。听完后，我率先开口，看来您是打算让我们3兄弟通过决斗决出名额呀？这让父亲感到惊讶，他没想到我会优先发言，随即告诉几人，决斗时间定在1个月后，届时将会通过结果来确定人选。而两位哥哥压根没把我放在眼里，轻蔑地劝我趁早放弃，毕竟像我这种体弱多病还从未拿过剑的废物，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胜算。但我却不屑一顾回应道，这些话等你们赢了之后再说吧。我的风轻云淡顿时激怒了哈比，你以为凭你这种废才能打败我吗？然而我只是扬起一个自信的笑容，那就拭目以待吧。我的模样顿时气得兄弟俩牙痒痒，而我张扬的姿态也引起了塔利亚的注意，笑盈盈地表示，看来小少爷很有自信呀。这话顿时让我心中惶恐不安，我竟一不小心引起了这个唯恐不及女人的兴趣。在晚宴结束后，罗德威向父亲禀报我反常的言行举止，这让父亲陷入了沉思，难道说我被恶魔附身了？不过目前来说，我的变化让父亲非常感兴趣，于是他吩咐罗德威继续监视我。次日，女仆们围在一起议论纷纷，他们不敢置信这真的是那个纨绔子弟诺斯，竟然要与两位哥哥进行决斗。但让他们不解的是，我为何一直不停地跑？而我心里清楚，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体力不足，因为剑术与格斗天才特性的解锁条件就是体力值达到4点，但我只有可怜的2点，也就是说，我要在患有衰弱诅咒的状态下，在1个月内将体力值再提升2点。从刚才我拼命跑步也只提升了0.1来看，身患绝症的特性也会让成长速度减半，所以我必须付出别人4倍的努力。而这时罗娜也将昨天吩咐的东西带来，分别是3头蛇之毒和记忆精灵的泉水、魔象之河以及急速体力增强卷轴。现在就是我作为老玩家知道的捷径方法。罗娜担忧地询问我要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因为那些都是有毒或者难以处理的忌讳药材，最主要的是还特别贵，对我而言有用的也就只有那个体力卷轴，但我却表示如果不知道使用方法的确忌讳。说完，我拿起了3头蛇之毒一饮而尽，这一幕让罗娜紧张的心都跳到了嗓子眼，我感觉剧痛充斥了全身，已服用3头蛇之毒，体力暂时提升到原来的1.5倍，开启死亡倒计时。接着我又拿起魔象之河啃了起来，已服用魔象之河将渐渐被石化，隐藏剧情已触发。魔象之河原本是让人类用来石化增强防御，但如果和3头蛇之毒一起服用的话，将能得到特殊效果。3头蛇之毒已被稀释，负面特性衰弱诅咒已消失。不过隐藏剧情可不止这一个。接着在罗娜羞红的目光中，我竟然慢慢解开了身上的衣裳，随即又拿起了精灵泉水往身上浇。魔象
象之核的石化效果已消失，精灵泉水和魔象之核产生了反应，使用者将暂时被赐予成长的祝福特性，在体力值达到5之前，成长速度提升2倍。这时我又撕开了剩下的体力卷轴，以使用急速体力增强卷轴，体力成长速度提升为2倍。经过这一系列的操作，我不仅消除了衰弱诅咒，还抵消掉了身患绝症的体力成长速度限制。从结果上来看，我能比一开始时高出2倍的成长速度，提升体力值。可这时罗娜却一把抱住了我，眼角含泪，满是担忧地盯着我。看到我突然脱衣服，她还以为我中毒后脑子坏掉了。闻言我感到汗流，没想到她居然这么关心自己，于是安慰着罗娜自己没事。随后我又继续开始了跑步训练，罗娜屁颠屁颠跟在身后给我递毛巾，而在不远处有一个身影正偷偷观察着我。塔利亚露出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表情，明明是那么孱弱的家伙，可我为什么敢答应跟2个兄长决斗呢？听到他的话，身后的女仆让他注意言辞，毕竟这里是海博家族，不能贬低我们的小少爷。但塔利亚却觉得自己没有说错什么，因为在我看来，我压根就不会用剑，我只是在一味的跑步，甚至还高傲地拒绝了家臣们想教我剑术的好意。塔利亚笃定我在1个月后会单方面挨揍，可说着他的眼神又忍不住瞟向我。虽然他已经知道了结局，可却总是忍不住的去在意我。想到这，他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于是塔利亚来到了我面前，热情地跟我打起了招呼。见到来人，我愣在原地，我的心里已经开始慌张起来，假装淡定地询问起塔利亚有什么事吗？看到我的反应，塔利亚心头一震，不明白我怎么对自己那么冷淡，难道说他是被自己的美貌镇住了？一定是这样的。塔利亚只能在心里不停安慰着自己。他询问我有把握战胜2个哥哥吗？闻此我点头给予了肯定。见此，塔利亚当即骄傲开口，如果需要的话，自己可以给我提供帮助。然而我却想都没想就一口拒绝了他的提议，甚至还冷漠地让塔利亚离自己远点。我丝毫不给面子的话令得塔利亚脸红耳赤，指责我这人怎么一点都不识好歹。说完就气鼓鼓地转身离去，只留下我呆呆愣在原地，耳边还回荡着罗娜的哀叹。看着塔利亚离去的背影，我只觉得事情变得更加麻烦了。我使用洞察力查看起了塔利亚的状态栏，可不管我再看几次都觉得十分逆天。正常男性的体力值都只有4点，可塔利亚却体力惊人。虽然他的天赋不如大陆上那几个人，但如此才能也仅次于3位剑帝和4位贤者。以他的能力足以除掉1-2个恶魔，还有塔利亚所使用的火属性魔力，在将来会进化成白炎，最后烧死变成恶魔的我。虽说我知晓未来剧情，但我却不能招揽塔利亚，因为这会让未来的剧情产生无数变化。我所要做的就是找出遵循正史还能活命的方法。而在离去后的塔利亚回想起自己的人生，他虽然从小就被冠以天才之名，但是却从未能打败过他的姐姐，这让他怀疑自己究竟能否成为骑士。自古以来，骑士便不单于一己私欲，还要有为了正义甘愿牺牲自我的存在，并且还要经过无数剑与刑的锤炼，最终才能成为人人敬仰的骑士。可我竟妄想仅凭体力战胜2个修炼了好几年的兄长，他坚定地认为我绝不可能获得胜利。很快就过去了1个月，决斗在万众期待中开始。父亲询问罗德威我是怎么想的，罗德威表示，据他迄今为止的所见所闻来看，获胜者毫无疑问会是凯伦少爷。闻言，父亲却告诉我，如果按正常来说应该没错。听到这话，罗德威心中猜想连篇，难道家主心中还有其他的结果吗？虽然我确实改变了许多，但无论如何我都不觉得我能获胜，因为我曾经也追随父亲走过骑士之道，所以我知道这个过程有多艰难。剑法的境界取决于修炼时长以及深入研究的程度，而能让人成功逆袭并且超越前人的，唯有拥有远超于常人的究极天才。但我真的拥有那种与生俱来的天赋吗？可这时父亲开口打断了罗德威的思绪，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至少我继承了海博家族的血统，说不定老妖天赋异禀，有着比肩剑帝的天赋才能。然而此时场中的我却十分忧愁，因为我的剑术与格斗天才特性仍未激活。虽然我已经拼了命的锻炼，可体力值最终仍旧停留在了3.8，就连跟我陪跑的罗娜体力值都已经达到了4.5，这让我感到无比憋屈。而凯伦的体力值更是高达8点，也就是说我无法用常规的方式战胜他。接着在裁判的宣告下，决斗正式开始。话音刚落，凯伦便先发制人，仅是在一个照面间就将我彻底压制，打得我完全没有还手之力，只能一直被动挨打。但很快我就看到一个惊喜的事情，我的体力值竟然在战斗中开始提升，令我不由得露出一个笑容。见此，凯伦还以为我脑子被打坏了，随即又发起了更猛烈的攻势。父亲看到我的表现，只觉得意兴阑珊，刚才的期待也变成了失望。但父亲也并不认可凯伦，包括还没上场的哈比。虽然哥俩的才能还算不错，但跟老大拿破仑相比就差得远了。而那能将一切置于脚下，以绝对武力让对手屈服的霸道黑剑，究竟谁能够将它继承？这时父亲也觉得再继续下去没有意义，于是决定终止这场决斗。可就在这时，随着最后的0.1的体力值提升，我突然付之一笑，周身流露出一股玄奥的气息，正在激活剑术与格斗天才特性，发动技能天才的时间。下一刻，整片空间都如同陷入了泥沼之中，我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无比缓慢。我曾听说天才和庸才活在不同的时间里，原来这就是天才的时间，能让自身体会到的时间比实际变慢好几倍的技能。不过尽管敌人的动作看起来很慢，但这和我能否迅速采取行动毫不相干，因此我无法100%利用这个技能。不过既然特性已经被激活了，那么胜负也就确定了。只见我一个箭步劈飞了凯伦手中长剑，脸上扬起自信的笑容，
容。现在该到我的回合了，我掌控了神级技能天才的时间，能让自身体会到的时间变慢好几倍，但是这个技能只能持续5分钟，因此我必须要在限定时间内打败2位哥哥。于是我做出了一个惊呆众人的决定：父亲，请允许我和2位哥哥同时对决。闻此，现场观众都觉得我是不是疯掉了，就连父亲也感到不可置信。但很快父亲就察觉到了我气场上的变化，他也想知道这个小儿子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潜能，于是便同意了我以1敌2的请求。随后决斗再次开始，凯伦兄弟挥动长剑朝着我左右包夹而去，然而我却游刃有余地将攻势轻松化解，并且由于天才时间的特殊效果，我的剑术熟练度也得到了提升，因此我也能逐渐看清他们的剑法套路，甚至能在2人的围攻下进行反击。这一幕顿时让现场鸦雀无声，所有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疑问：那个曾经被家族视为耻辱的诺斯，为什么会突然变得那么厉害？我的强势令的兄弟俩心生惬意。这时我淡淡的声音传进他们耳里：在战斗中分神可是大忌哦，哥哥们！说话间，长剑舞动朝哥俩袭去，以一己之力将2人彻底压制，这让我心中感到无比畅快。虽然这场对决的赌注也很重要，但现在我觉得挥剑可真是件让人愉悦的事情。随着我最后的一击落下，凯伦兄弟被彻底击败，再无还手之力。这一幕让现场众人都陷入了震惊中，就连父亲脸上也满是难以置信。我提醒一旁的裁判，是不是该宣布胜者了？听到这话，裁判顿时反应了过来，高声宣布获胜者为诺斯少爷。闻言，我露出了一个满意的笑容，接着便朝父亲行礼告退。而见到离去的我，塔利亚突然紧张地站起身来，此时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他必须要留住我。而在离开练武场后，我也长松了一口气，嘴角溢出了一抹鲜血。原来我刚才超出了技能有效时间，而技能天才的时间有一项致命弱点，那就是一旦超时就会受到反噬，反噬效果便是被永久掠夺生命。我仅是超时了1会就被夺去了2天半的时间，这让我本就命不久矣的身体雪上加霜。不过还好我没有在众人面前被发现，否则我可能会失去进入学院的资格。可就在这时，我身后传来一道声音，只见塔利亚迈着小碎步朝我快速走来，紧张地询问我是在对决中受伤了吗？可见此我却眉头一皱，心中暗道不好，如果技能反噬的事情传到父亲耳里就糟糕了，而且偏偏对方还是塔利亚。正当我准备狡辩一下时，塔利亚的话却让我愣住了，没想到你竟然能以那种残破之躯战胜兄长，看来是我误会你了。塔利亚轻抿嘴唇，脸上带着羞涩的红晕，他竟出人意料地向我致歉，因为在过去的1个月里，他从未见我拿起过剑，只听说我在第1天时生疏地挥舞了几次木剑，可是那样的我是怎么能获胜的？所以塔利亚认为我一定是天赋过人，因此他才那么迫切地追出来，想要知道我是如何觉醒才能并且修炼到这般境地。可当他追出来后，看到的却是我独自演上，这让他再次刷新了自己的认知。难道我不是单纯的利用超人的天赋轻松碾压2位兄长的吗？这一刻，塔利亚心中对我的印象彻底改观，觉得我并不是传闻中的纨绔子弟，而是为了获胜通过各种方法来努力的天才。然而我并不知道塔利亚的自我陶醉，再次不由自主地咳出一口老血。塔利亚见状，连忙紧张地上前关心，但我却毫不留情地一把将他的手打飞，神情冰冷地警告塔利亚别碰我。然而真实情况是，由于在过去的2年半里我一直在家练习唱跳，所以我变得非常社恐。看到我的表现，塔利亚耷下脑袋再次向我道歉。听闻此言，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接着塔利亚又继续说道，之前他曾听说我体弱多病，原来我是为了改善体能才做的训练，是自己误会我了，没想到我会以那么认真的态度对待剑术。听完塔利亚的话后，我有点不知所措。我现在所见到的塔利亚和游戏中一样正直，即使他拥有骑士道特性，但他也是名门公爵家的孩子，所以在别人面前开口认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于是我便按着塔利亚的想法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让他帮忙保密自己咳血的事情。我刚说完，塔利亚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这让我松了一口气。我现在应该不用担心这件事会泄露了。随后留下一句希望你能守约，便转身离去。塔利亚红发飞舞，直勾勾盯着我离去的背影，心跳的速度不由自主地变得越来越快。而在另一边，在见到我惊人的表现后，父亲心中的猜测也得到了证实。我询问罗德威对于我的才能有何看法，可罗德威至今有一点还未想明白，那就是我为何一开始要忍受攻击。但不管怎样，在我的这个年龄段之中，家族的历代少爷中都没有比我更强的人。父亲轻点下巴，认同了罗德威的说法，而且他能感觉得到我似乎还隐藏了一部分才能。于是父亲让罗德威继续监视我的一举一动，但无论我做什么，我都不许干涉。这个突然展现超长天赋的小儿子，究竟能否拥有足以继承霸道黑剑的才能？毕竟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而回到房间后的我，此时正看着面前飘出的窗口，那赫然是游戏任务完成的奖励提示。虽然这款游戏已经成为了现实，但却仍旧保留了游戏系统，而奖励内容是3张能力值自由分配券，这让我感到愤愤不淡。如果早点给我的话，自己就不用辛苦的跑1个月了。但我现在要投资的能力值却不是体力，而是幸运值。接着我将幸运值从7点提升到了10点，而我之所以这么做的理由，是因为幸运值无法通过努力来提升，所以我是游戏中价值最高的一项。而现在就是确认它价值的时候，因为我还得到了1张随机特性抽取券，以及1张单次技能指定券。接着我挥手换出了特性抽取系统，当幸运值达到最高时，出现中级以上特性概率是95%，而卷轴颜色代表着等级，低级以下是灰色，中级是银色，高级是金色。
特级则是彩虹色。我紧张的咽了下口水，祈祷着能够抽到金色以上的卷轴。随后机器开始转动抽取特性，在停止转动后响起咔嚓一声，随之而来的是一阵金色光芒。只见我抽到了高级特性的金色卷轴，接着我激动的打开卷轴查看起效果。主动技能霸者的威压能使能力值总和比自己小的人所有能力值减少20%。看完后我无比兴奋，直呼真是款良心游戏，竟然给了我一个减1效果的技能。接着我又看向另一个奖励，并且毫不犹豫地将其使用。因为兑换的技能我心中早已有了选择，为了得到海博家族的隐藏剧情之一，那个技能是必不可少的关键。而接下来父亲应该很快就会召见我们，到那时就是这个指定卷派上大用的时候。这时我又想到了二哥格雷快要回归家族了，现在的他应该在外面进行骑士修行，这让我感到有点头痛。隐藏剧情加上格雷让我完全没有空闲时间，但有一点庆幸的是我以后不用再关注塔利亚了，毕竟以他的人设不可能做出违约的事情，而且我也没有必要接近自己。然而第二天我的想法就大错特错了，只见塔利亚再次找到了我，见此我无奈地叹了口气，我们昨天不是已经说好了吗？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塔利亚低下脑袋陷入了短暂的犹豫，但很快他就鼓起勇气朝我大声说道，请告诉我如何才能像你一样迅速变强。但我却不想跟塔利亚扯上太多关系，因为他在未来会终结变成恶魔的我。于是我敷衍表示他不是偷看了1个月吗？自己怎么训练的他再清楚不过了。我戏谑的话让塔利亚小脸一红，嘴硬表示他才没有偷看，紧接着再次追上我，执着的追问我到底是如何训练的。我想起塔利亚非常想要得到姐姐认可，随即转头淡淡说道，你与其纠结该如何训练，倒不如多思考一下自身所具备的才能，不要总是想着和别人比较。说完后头也不回的快速溜走。塔利亚待在原地俏脸微红，脑海里不断回荡着我的声音。随后父亲将凯伦兄弟和我召集到马厩，而我们将会在这里挑选出陪伴一生的战马。闻言我兴奋不已，因为接下来就是我所期待的隐藏剧情。战马在游戏中被视为最重要的动物，因为如果想要成为骑士，就要在小时候开始培养战马。此外，艾利戴恩学院还会传授骑术，并且在游戏后半部分还会出现军队作战的情况。在空间移动魔法非常昂贵的时代，马匹就成了很重要的移动手段。接着父亲转头看向我，既然你在对决中获胜，那么就由你来先挑选吧，但是机会只有一次。闻言我缓缓朝马厩走去，看着我的背影，父亲眼里充满期待。我很想知道以我的眼光会选中哪一匹。我细细打量着马群里的马儿，虽然每匹都是精壮的良驹，但我的目标并不在这里。只见我径直朝着一匹灰色的马儿走去，随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它。闻此，凯伦兄弟感到无比惊讶，就连父亲都皱起眉头，显然对我的选择不太满意，甚至直接给了我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但我却紧紧盯着眼前的马儿，我使用洞察力查看起了马儿的状态栏。眼前这匹马儿的等级赫然是高级，而召唤兽以等级来区分，且根据成长情况可以升到上一个等级，也就是说这匹马儿可以尝试升到特级，并且我的品种是黑曜石，这是在多不胜数品种里极为珍贵的一种。假如父亲知道了，可能会将其占为己有。幸好的是，现在因为负面特性的影响，导致他看起来一无是处，因为他仅剩下2天半的日子可活。这个特性就跟自己的身患绝症一样棘手，但只要运用自身知识，就一定能将其拯救。随后我坚定回应父亲，我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我的话让父亲陷入沉思，他不明白我为什么要选择那种瘦弱的马儿，难道是在马儿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原来是个感情用事的懦弱家伙。父亲失望地告诉我，但愿你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说罢直接转身离去。随后我为马儿赋予了名字卡尔，一个对我有着重大意义的名字。片刻之后，我将卡尔带回了房间，还贴心地帮他盖上了被子，因为我不能让别人看到自己要做的事情。我凝视着卡尔的眼睛，不知为何，他的眼神看起来充满了不肯放弃的希望，就像是我为了活命而拼命挣扎那般。随后我吩咐罗娜照顾好卡尔。闻言罗娜感到不满，但也只能气鼓鼓地嘟着小嘴。我微微一笑，告诉罗娜卡尔生病了要照顾好他。但我很快又想到了一件苦恼的事情，因为接下来的场景会非常震撼，不知道这个懦弱的罗娜能不能撑得住。就在我将卡尔带回房间后，罗娜每天好吃好喝的细心照料，但仍旧改变不了卡尔2天半后死亡的事实。不过对于这个结果我早有心理准备，因为我一开始就知道会是这个结局，但对此我也准备好了万全之策。我让罗娜不必伤心，我会让卡尔重新回到自己身边。听闻此言，罗娜满脑的疑惑，怀疑我是不是精神出问题了。罗娜的话让我感到无语，没好气的让他推到一边去，随后从怀里拿出了一个卷轴，紧接着猛地拍在地上，下一刻魔力如风暴盘升起，光芒大作间形成一个魔法阵。见此情景，罗娜感到无比震惊，颤颤巍巍询问我是在使用魔力吗？那种行为可是违法的，但我却没有过多解释。如果你想再见到卡尔就安静一点。随后再次集中起全部注意力。我现在想控制魔力还十分艰难，因为我的特性魔力感应天才仍未觉醒，并且在帝国除了皇室成员以外，禁止未达到规定年龄段的人使用魔力，因此与接触魔力晚几年的人相比，皇室成员的魔力会强大好几倍。而现在我所要做的就是将全身魔力倾泻而出。接下来我将要使用单次技能指定卷，所以我不能出现任何失误。而我要使用的魔法为黑魔法王者之书，可以将卡尔复活为不死生物。在游戏中，不死生物拥有的特点有2种，一种是通过黑魔法和黑暗魔力死而复生的存在，而另一种则是在死而复生后还能够拥有自我意识，同时还会变得更加强
强大，并且他们只会盲目的忠诚主人。然而，能让尸体复活成生物的家族只有一个，那就是暗黑世家之一的马尔巴斯。虽说海博家族也是暗黑世家之一，但和由骑士组成的海博家族不同，马尔巴斯是操控不死生物的黑魔法家族，因此正常来说，非马尔巴斯的族人不能使用黑魔法。但我却得到了一张单次技能指定卷，而我所兑换的技能就是王者之书。随着我魔力的不断涌入，法阵中伸出数只黑色触手向卡尔抓去，可这时我却已经逐渐支撑不住，下一刻忍不住的喷出一口老血。见到这一幕，罗娜顿时紧张不已。我现在的魔力已经枯竭，无法再继续灌输。然而这时法阵中的卡尔却站起身来，昂首间发出一道清脆的吼叫。与此同时，技能使用成功的提示也响起，玩家的宠物卡尔以不死生物的身份复活。见此，我兴奋地舒了一口气，随即走到卡尔身前查看起了他的属性。只见那原本未激活的特性已成功激活，并且负面特性也已被消除。同时，我还可以通过魔力来召唤卡尔。就在这时，罗娜突然一把抱住了我和卡尔，眼泪如小珍珠般哗哗的掉。我刚才的举动让他害怕死了，还以为卡尔也会出事，但卡尔却不以为然的把头撇到一边。见此，罗娜顿时感到不待，责骂着卡尔的忘恩负义，让他把自己喂的胡萝卜吐出来。看着罗娜的活宝行为，我也是轻笑一声。而接下来就是该我寻找下一个隐藏剧情了。2天半后，我在夜色下悄悄来到后山深处的迷失之林，在经过地图的比对后，确认自己没有走错。而接下来第2个隐藏剧情的东西，是我势在必得的宝物，因为那是可以缓解身患绝症特性的钥匙。就在这时，我身后传来动静，我警惕地扫视着身后环境，可片刻后却无事发生。我以为是自己过于敏感了，但警惕性高也不是一件坏事，毕竟这里是现实而不是游戏，我可不想再经历一次死亡。这里隐藏着一件传说级神器，并且迷失之林的难度会随年龄而调整。前世我用了数条命才找到通关方法，按满级难度5颗星来说，迷失之林至少在2颗半星。随后我拿出了火把点燃，并仔细观察着火苗烟雾的风向，因为攻略这里的关键就是烟雾飘的反方向。但这时我却握上长剑，看向身后，你还不现身，打算藏到什么时候？然而回应我的就只有4周的风声。见此，我无奈地叹了一口气，手中利剑扫向身后的丛林，而躲在那里的赫然是穿着睡衣的塔利亚。在看清来人后，我感到十分意外，询问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然而话音刚落，我就察觉到了危险，猛地一把将塔利亚揽到身旁。只见2人面前出现了一头灰狼。见此，塔利亚紧张地咽了咽口水，他只带了一把短剑就溜了出来，很难与这种强壮的恶狼战斗。灰狼大吼一声朝我们扑了过去，然而我却微微一笑，丝毫不惧，仅在一个照面间就瞬间将其解决。见此情景，塔利亚不由得张大了小嘴，心中惊叹着我实力的强大。我转过头再次朝他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我原本以为是自己的2位兄长，但没想到尾随的竟然是塔利亚。闻言，塔利亚心虚地表示自己是出来散步的，可那扭扭捏捏的模样很难让人相信他的话。我捡起地上的火把，如果你不好好回答，我就丢下你自己走了。闻听此言，塔利亚顿时紧张起来，赶忙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臂，然后快速跟我道出了原因。他觉得我突然变得那么厉害，一定是有什么特殊的修炼方法，碰巧看到我要去什么地方，于是就偷偷尾随了过来。听完后，我觉得好笑又无奈，但这也让我确定了一件事，塔利亚对自己的评价比想象中还要高，并且对自己没有恶意。但我又不能把那么重要的角色丢在这里，只好让他先跟着自己。不过事先说好，自己并不是想帮助他，只是为了防止家族遇上麻烦才解决问题而已。听完后，塔利亚对我表示歉意。可就在这时，塔利亚突然心头一颤，那黑暗的丛林里出现数头凶恶的身影，随后一群灰狼将我们层层围住。见此，塔利亚害怕的全身颤抖，然而我却将火把递给了他，走了出来，离我远一点，不然会妨碍到我挥剑。随即我集中起精神，虽然出现了变数，但这里是剧情开始前的序章区域，所以不会有 BOSS 级怪物，但会出现低一等级的精英怪兽，也就是比刚才斩杀的灰狼高1级的种类精英灰狼。但即便是知己知彼，也不能保证百战百胜，一个不慎随时有可能会陷入不利的境地。而我勇猛的表现让塔利亚瞪大了双眼，他甚至能感觉到我还没展现出全部实力，毕竟我与兄长对决时的剑法比现在更厉害。但一想到我刚才让自己离远一点，他心里就有点落寞，可能在我看来自己还差得远了。就在这时，狼群开始了群嚎，我神色一凝，紧紧盯着面前，终于要现身了吗？只见一头体型更加威猛的灰狼缓缓走出，那赫然是精英级灰狼。而在另一边，艾玛来到了塔利亚的房间，可房间内却空无一人。见此，他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难道他又去找诺斯少爷了吗？不放心的艾玛还是动用了下人去附近寻找，但是一番搜查之后，他发现塔利亚似乎进去了迷失森林，这让艾玛扑通一声栽倒在地，因为进入迷失森林那就是十死无生。管家脸色凝重，不知道少爷为什么要去这个森林。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少爷意识清醒，看样子他不再是过去那个懦弱无能的少爷了。他们也只能期望少爷能安全带着塔利亚小姐出来了。塔利亚噌的一声掏出长剑，做好了随时准备战斗。我瞥了一眼，让他老老实实的待在身后，别白白冲上去受伤了。如果发生了特殊情况，那么你一定要在第一时间逃走，那样才能提高生存的概率。其实精英灰狼并没有那么危险，而刚才的那番话其实是让塔利亚提高警惕。我转过头去，那么接下来就该狩猎了。咚的一声，天才的技能发动，一瞬间我全身金光大冒，周围的时间都放缓了10倍。精英灰狼戏谑一笑，似乎根本没有
把我放在眼里。就在这时，我猛然转身，我感觉到身后传来巨大的危机。同一时间，塔利亚大声高喊：“小心你的身后！”